易瘦体质跟普通体质和易胖体质相比，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它的代谢率比较高，也就是说它一天当中跟你吃同样的东西跟你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它的能量消耗呢却比你要多，这样子它就不容易长胖了。而影响到我们人体的这个代谢主要是3个方面，一个是基础的代谢率，一个是食物产热的效应，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天的这个活动。那么现在我们把它分开来讲这3块，我们来看怎么样能够形成真正的健康的易瘦体质。首先呢，基础代谢率，我们一天当中只要你活着，只要你在呼吸，哪怕你不吃不喝啥都不干一天呢你都是要消耗能量的，而这个消耗的能量就叫做基础代谢率，就是活着的代价。那么这个基础代谢率呢，占到一天总能量消耗的 60%到 70%， 非常的高。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基础代谢率是比较高的话，你就可以躺瘦。那什么样的人他的基础代谢率会比较高呢？首先就是肌肉比较发达的人，像我肌肉其实还不错，是看着显瘦，你看这肩膀，对吧？这个肌肉还是不错。像一个运动员，如果他的肌肉比较发达的话，他比一个普通人的基础代谢率呢就要提高 5% 左右他比一个肌肉不发达的人，就是比普通人还差点的人，那基础代谢率就更高了。这 5% 以上的差距也就是说一天他跟你吃同样的东西，可能相较而言他就等于比你，哪怕吃一样的他就等于比你少吃了1个鸡蛋，甚至2个鸡蛋，甚至等于比你少吃了1个蛋糕。这样子你想，他每天的体重可能就比你少长那么100克左右，100克10天就是1公斤，1个月就是3公斤。也就是说你跟他吃同样的东西，做同样的活动，可能1个月你长了6斤肉，但是呢他却一点都没有长。这就是肌肉带来的好处。肌肉怎么去算呢？主要是算那个瘦体重，就是我们讲的去脂体重，把身体的脂肪去掉之后的这个体重。但是因为女性她通常来讲的话脂肪会比较高，所以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的话呢，她的体重总体来说都是更易胖的女性的这个代谢比男性每天平均本来就是要低大概 5% 到 10%。 让自己肌肉增长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去做一些力量的训练这样子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每天不用投入太多的时间，能够让自己的肌肉呢变得强壮一些。还有一个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基础代谢率的一个很重要的身体因素，就是我们的激素是否正常，这个激素水平是否正常。比方讲，有的人他有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如果有甲状腺亢进的话，那么它就比较容易瘦，因为它的代谢率就会更高。如果有甲状腺的这个减低的话，那么它就容易肥，因为它的代谢呢就比较低。但是这不是绝对的这个身体因素不是绝对的。比方讲，有些人他有甲亢，他就比较容易饿，结果一饿呢他就要吃更多东西。相反虽然说他的基础代谢率升高了，但是因为他吃的东西更多，所以呢它也是容易长肥的。所以如果有些人想用一些病态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激素变得不正常来减肥，这是完全不可取的。然后我们讲一下食物产热效应。食物产热效应呢，就是说我们吃一个东西，它在转化成我们身体能量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我们消耗能量去消化它的。就是你去消化一个东西，比如说你吃进去你要咀嚼，然后到了你的这个吞咽，然后到你胃里面，胃要搅动，对吧？搅动之后呢，然后这个挤到肠子里面，肠子上面有很多这些绒毛什么之类的，它要去吸收，然后它有各种酶去转化这个能量。这整个过程都是需要你身体不停的去做功的，它是有能量的消耗的。假设你的消化系统不好，那么呢你的体质就更容易瘦。因为你消化系统不好的话，你的这个能量吸收它就是会变得更少你吸收不了。甚至有些人呢，他吃了某些东西他会产生过敏有些小的过敏自己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察觉，但是你的身体内部它会产生反应，它会这个免疫系统就会开始工作。那这样子你消耗的能量就更多产热效应就是你消耗更多的身体能量去消化东西，所以呢你的身体呢就更容易瘦。但是这种容易瘦也是不健康的，通常呢会伴随着一些身体的疾病的出现。比如讲，还有一些人他去进行一些手术割胃，对吧？把胃给割掉，或者把胃呢给缩小一些，想一些方法，放一个水球进去。我之前有专门做节目聊这个话题，它也是从影响消化的角度来让自己变瘦，但这都是不是健康的方法。有没有
正常的健康的方法能在食物产热效应这一块让我们变瘦的有，比方讲吃辣椒，辣的东西它能够把我们这个产热效应给提升现在有科学研究就发现呢，吃辣椒或者吃芥末这些辣的东西，比不吃这些辣的东西的食物比较起来呢，我们的身体的产热效应要高33%，也就是说你要多消耗33%的能量才能消化掉同样的食物，所以说吃辣椒可以减肥，这是完全有道理的。然后呢，就食物的选择，蛋白比脂肪在我们吃进去之后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才能够把这个蛋白给消化掉，所以当我们选择食物的时候呢，如果我们选择更偏蛋白性的一些供能食物，对我们的这个热量消耗的提升是有好处的。如果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比较喜欢吃辣的，然后又比较喜欢吃瘦肉或者说鱼肉鸡蛋这些蛋白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话，那么我们的身体呢就是更容易瘦的。然后就是讲到我们的活动，其实每天你的活动越多包括运动越多，你越爱动，那么你的体质呢就越容易瘦。但是活动所占的身体的整个消耗比例并不是很高，前面讲的基础代谢已经占掉了60-70%，然后呢这个产热效应又占掉了一部分，可能留给我们一天活动的就是20%左右。但是这个活动里面还有很多活动不是运动你运动所占的比例呢更低，可能5%，所以不推荐人用运动的方法去减肥，因为运动的方法去减肥是效率最低最笨的一种方法。当然除非你是像运动员一样每天你有好几个小时大量的时间投入，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不推荐用运动的方法去减肥。但是呢，你的生活习惯当中，如果你是好动的多动的这个消耗的比你其实每天专门去运动的能量还要多，不知不觉就消耗了。什么人一天比较好动呢？我们说小孩子比较好动，对吧？每天都跳来跳去跳来跳去。但小孩子为什么好动呢？因为他开心。就是说你人如果心情是越好的越开心的，那么你就会越喜欢动。那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就是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你就很喜欢动哪怕一步能够走到的地方你就要分2步，你要走进去退回来再走一下，对吧？一句话能讲完的你就想多讲几句话，你想多配几个表情。所以保持我们心情的一个愉悦呢，是增加每天活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接下来我们就把怎么样形成易瘦体质总结一下，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的频道我们看这个表，易瘦体质的特点，好的特点就是基础代谢率高基础代谢率高，怎么样的人高呢？瘦体重高，就是肌肉比较有肌肉，比较发达体脂率比较低，然后呢呼吸稳畅刚刚讲到了，我们每天就算不动的人他也会消耗能量，这个能量呢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我们的呼吸。呼吸对能量的消耗非常重要，很多人为什么做冥想说可以冥想来减瘦，这是可以的，因为冥想的一个基础的训练就是呼吸。呼吸呢它有助于我们的身体这个每个细胞都充满氧气。你要知道，如果你的细胞氧不够的话，它是会造成损伤的。如果给它足够的氧，我们的身体就能够更好的更健康的去运作。所以呢，增加我们的肌肉量，让我们更稳健的去呼吸，锻炼我们的呼吸，通过冥想也好，或者专门的呼吸训练也好，都是可以让我们养成易瘦体质的。然后还有就是中低能量的食物的饮食习惯这里面当然包括刚刚讲的一些辛辣的，像辣椒，它是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为什么吃辣椒感觉一身发热其实你就是在消耗你的能量就这样子，吃辣椒消耗能量在餐后消耗能量要高出不吃辣椒的33%，并且呢它的持续时间可以达到3个小时。然后呢还有在食物的选择上，比如蛋白，像脂肪1克它是9卡的热量，碳水化合物就米饭这些东西1克呢它是7卡的热量，但是蛋白呢只有4卡的热量，就是差不多是它们的一半。一方面呢你吃这个蛋白当然植物蛋白动物蛋白都可以，我刚刚举例讲的是动物蛋白，像植物蛋白也很多，像大豆，对吧？之前我也专门做过这个节目。它的蛋白你吃下去之后，一方面就是你消耗更多能量去消化这蛋白，另外一方面呢它本身的能量呢也比这个脂肪跟碳水要低，所以如果你有这么一个中低能量的饮食习惯的话，它就是能够帮助你去养成易瘦体质，而且这是一个健康的方法。还有就是爱动的生活方式首先就是活动量大，对吧？每天你能一次搞完的事情你就要搞2次，能做1个动作的人你就要做2个动作能笑1下的你就要笑2下。
这样子的话呢，你的心情舒畅啊，每天动的比较多啊，除了睡觉起来之外呢，都是在保持不停的活动，那么你也是能够更易瘦的，而且是健康的易瘦体质啊。当然，易瘦体质还有3个不健康的坏的特点，就是不是说看到某个人就说他瘦就是好的啊，这也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伤病啊，这个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你受伤了、生病了，肯定能量消耗是比较大的。比方说，最近我有一个朋友牙疼，对吧？他就感觉瘦了几斤，因为消耗能量很大。然后呢，就是激素的异常。激素异常呢，前面也举了例子啊，像甲状腺的这个激素是最常见的一个情况，这个我们也不多说了，因为这个是需要去医院去做检测的啊。如果有些人他有增肥的苦恼，老是增不肥，感觉怎么吃都不肥啊，可能你就要去做一些这些生化学的检验呐，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里面的激素是不是正常的一个状态。然后一个就是消化功能的异常，这个是特别我觉得要注意的，就很多人会去采取我专门做节目讲的那个缩胃的手术，是非常的不健康的。另外就是如果你吃什么东西不消化的话啊，很可能就是你某个疾病的前兆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易瘦体质啊，那么也是要警醒要注意的。假设你的身体不容易长肥啊，特别容易瘦，但是呢，你又不是一个很开心的人，你没有那么爱笑，你又不是一个很爱动的人，你老是其实很疲惫，老是不想动，而且呢，你的身体的这个肌肉呢含量也不是很多，普普通通，那么你就要注意了啊，可能是你的一些坏的因素导致你易瘦。相反啊，如果你是一些好的因素导致你易瘦的话，那么就恭喜你啊！记得关注我的频道，祝大家身体健康，都养成健康的易瘦体质。拜拜。